勤劳这个词儿，我们从小就听人说要勤劳，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耶稣这位木匠，他的勤劳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深入聊一聊这个话题，耶稣的勤劳。好，我们先从箴言第14章第23节里的一句智慧之言开始：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句话一下子就点明了核心，踏踏实实的干活远比光说不练要好得多。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整个分享的基石。那我们首先得搞明白，劳作到底是什么？它可不只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啊，工作其实是神赋予我们人类的一项基本使命，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部分。你看，在创世纪第3章18到19节里，亚当违背了神的律法之后，神就对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儿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得靠着汗水换取收获，这就成了咱们生活的基本法则。但是你可别觉得这单纯是个惩罚哦，其实它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就是人类可以通过劳动和创造来荣耀神。没错，我们不应该把劳作看成是一种咒诅，恰恰相反，它其实是一种福分。你想想，它能让咱们的身体保持健康，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灵敏，甚至还能让我们的道德品格趋于完全。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原则最完美的榜样，耶稣的早年生活。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耶稣的童年是在哪儿度过的呢？一个叫拿撒勒的地方。那个地方当时名声可不怎么样，那里的居民甚至是以邪恶出名的。而且他的父母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就是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每一天都得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才能糊口。当时的人对拿撒勒的偏见有多深呢？在约翰福音第1章46节里，拿但也就问过一句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听听，当时的人就是这么看这个地方的。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不被看好的环境，耶稣成长了起来。那问题就来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耶稣是怎么保持纯洁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2个字：忙碌。他一个星期有6天都在工作，你想啊，天天干活流汗，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沾染那些不好的风气呢？而且啊，这种贫穷的生活也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从小就学会了克制与节制。那么耶稣做的这些普普通的体力活和他神圣的使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劳动家庭里，还特别忠心，特别愉快地分担家里的责任。他跟着父亲约瑟学习木匠手艺，你想想那个场景，穿着普通工人的简朴衣服，干着最费劲的活。最让人敬佩的是什么呢？是他从来没有运用自己的神能来给自己减负，让自己轻松一点。这一点呢，真的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提醒。你看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追求那种轻松的工作，觉得那才是福气。但耶稣的榜样告诉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是在辛苦的劳作中锻炼我们的身体，磨练我们的意志，甚至塑造我们的品格。那种流了汗之后的踏实感，是任何轻松都无法替代的。所以这里的关键点你一定要记住，耶稣在木匠铺里干的活，跟他后来为众人行的那些神迹，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都是在为神做工。他的工作就是从一个辛劳度日的平凡木匠开始的。好，咱们接着往下看，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通过他的工，也就是他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当时啊，施洗约翰被关在又冷又暗的监狱里，他心里头又着急又期盼，于是他又派了2个门徒去问耶稣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3节记着，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看，这其实就是直接在问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等的那位基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他没有直接说是或者不是，他用行动来回答。
他让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儿，就是瞎子能看见了，瘸子能走路了，长大麻风的洁净了，聋子能听见了，死人复活了，还有呢，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就是耶稣给出的答案。你看，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了。耶稣就是用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功，来证明自己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想想，如果他光说不练，没有这些改变人生命的工作，那谁会相信他呢？耶稣自己也把他的使命说得清清楚楚。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34节，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听，对他来说，完成天父的工作就跟吃饭一样，是维持生命必须的。说了这么多，那这一切对咱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启发呢？这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不管我们是做什么的，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要我们的工作是诚实的，对别人有益的，我们就应该效仿耶稣，做一名恒切的劳动者，用一种神圣又勤奋的态度去对待它。最后，让我们一起记住出埃及记第20章第9节里的这条诫命：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这可不只是一条古老的规定，它更是一种能带来福分的生活方式。